美伊开战概率飙升，中东正在逼近爆点，2000公里外开火，乌军远程打击刷新纪录，俄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突发爆炸，2名高级军官身亡，国际 F-16飞虎队现身，乌空军战力大幅提升，乌克兰5天收复200平方公里，反攻创2年半最大进展，克里米亚爆炸声不断，俄南部炼油厂起火。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尽管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接触仍在继续，但从军事部署、媒体释放的信号以及以色列的动向来看，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正在逼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密集披露可能开战的细节，让外界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美伊战争真的要来了？根据 Axios 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18日召集国家安全高级团队，听取日内瓦核谈判简报。几乎在同一时间 ，CBS、CNN 以及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也相继披露，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军事准备，最早可能在数日内采取行动。更值得注意的是，报道强调，这不是一次象征性打击，也不是有限报复，而更像是一场持续数周的大规模战役。美国目前已经在中东部署2艘航母战斗群、10几艘军舰、数百架战机，包括 F-35、F-22和 F-16，并持续向地区运送弹药和防空系统。另外，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已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部署至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 El Udeid Air Base。该基地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庞大前沿总部，距离伊朗打击范围仅数英里之遥。这意味着美国可能已经从威慑姿态转向了战役准备阶段。一旦部署完成却不行动，威慑可信度就会下降，但一旦行动，局势就可能失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华盛顿举行所谓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时表示，美伊会否达成协议，接下来10天左右就会知道结果。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有意义的协议，否则将会发生不好的事。来自 The Times of Israel 的报道指出，美以之间距离爆发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 Amos Yadlin 甚至暗示，冲突可能迫在眉睫。如果战争爆发，很可能是一场美以联合行动。以色列将伊朗核能力视为生存威胁，而美国则担忧伊朗突破核门槛后重塑地区力量平衡。一旦双方判断外交窗口关闭，军事选项就会被迅速提上日程。相比去年为期12天的以伊冲突，这一次的规模可能更大，打击更深，对伊朗政权的冲击也更具生死意味。与此同时，来自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的报道指出，德黑兰正在采取一种谈判与备战并行的双轨策略。一方面，伊朗对外释放愿意继续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信号，但另一方面却在悄然强化战争准备，包括分散指挥体系、加强关键核设施的防护能力，以及收紧国内安全控制。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对冲。伊朗显然意识到，过度让步可能引发国内强硬派的不满，动摇内部政治平衡，但如果拒绝妥协，又可能直接面对来自外部的军事打击。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战略空间都在被不断压缩。而在外交层面，紧张气氛也在进一步外溢。波兰政府已经对伊朗局势发出紧急安全警告。波兰总理 Donald Tusk 19日在记者会上公开呼吁，所有仍在伊朗境内的波兰公民必须立即离境，并明确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任何人都不应计划前往伊朗。图斯克的措辞相当严厉，他指出，局势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他还特别强调，未来几小时、10几小时，甚至数十小时之后，撤离通道都有可能被切断，一旦局势失控，将很难组织有效的撤侨行动。这已经是波兰政府近几个月来第2次发出类似警告，显示华沙方面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正在趋于悲观。当一个欧洲国家开始公开敦促本国公民紧急撤离时，这往往意味着外交层面已经感知到高度风险信号。
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这一表态再次凸显出外界对局势失控的深层担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对此几乎没有展开大规模讨论。俄乌冲突以及国内政治争议分散了公众注意力，长期的美伊对峙也让部分美国民众产生疲劳感。但如果军事行动启动，速度和规模可能远超外界预期。中东能源市场、全球金融体系、地区代理人冲突都会被迅速卷入，一场区域战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演变成全球性冲击。未来几周大致有3种可能走向：第一，有限打击后重回谈判，通过高强度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然后恢复外交轨道；第二，全面冲突升级，伊朗通过地区代理人反击，战火蔓延至黎巴嫩、叙利亚甚至波斯湾航道；第三，最后时刻达成协议，双方在月底前形成框架性妥协，避免战争。目前，美伊博弈已经进入强制外交的极限阶段，军事力量高度前置，政治表态持续强硬，盟友协调日益紧密。战争并非必然，但风险确实在上升。未来几周或许将成为决定中东格局走向的关键窗口期。而真正的问题是，当所有人都在为战争做准备时，谁还能踩下刹车？乌克兰方面近期宣布，在新一轮反攻行动中再次收复约130平方公里失地。与此同时，他们的远程打击能力也创下新的纪录。据接近乌克兰国防部的 RBC Ukraine 报道，过去3周内，乌军在扎波罗热以及第聂伯罗一线的反攻中，接连夺回多个定居点。此前相关进展已有披露，如今也得到了基辅方面的确认。而法新社的报道更是指出，乌军在短短5天内就重新控制了约200平方公里区域。尽管不同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可以确认的是，乌军在部分方向上确实取得阶段性成果。不过，战场压力依然存在。在红军村，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在西侧取得一定推进，乌军仍在顽强防守。比如，乌克兰第93机械化旅就宣称，近期连续摧毁俄军8门火炮，正在努力遏制对方攻势。此外，在苏梅边境一线，俄军活动频率明显增加，不时发起小规模袭扰。乌克兰方面也不敢有丝毫松懈，除了地面战线，远程打击成为另一焦点。2月12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乌赫塔炼油厂发动打击，该地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000公里。随着更多现场视频流出，外界确认这很可能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军执行的最远距离空袭行动。战场之外，所谓的和谈也在持续博弈。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在谈判中放弃顿巴斯地区。顿巴斯一直是潜在谈判的核心议题。基辅方面认为，莫斯科试图通过谈判获得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但乌克兰立场非常清晰，这一底线不会动摇。尽管外界包括美国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斡旋和压力，但乌克兰与欧洲在安全问题上高度绑定。基辅方面认为，一旦失去顿巴斯，不仅乌克兰自身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欧洲整体战略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因此，对于泽伦斯基政府来说，和谈可以谈，但防线必须守。前线战火未息，政治博弈同样激烈，局势仍在快速演变之中。进入2026年，俄罗斯境内的爆炸事件频率似乎正在悄然上升。2月17日前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谢尔托洛沃市突发巨响，一栋建筑物发生严重坍塌。消息最早由 Nexta 披露，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称，发生坍塌的是一处与军方相关的办公楼。有流出的现场照片显示，建筑物受损严重，2楼和3楼相继塌陷。初步消息一度称可能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高级军官。不过，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随后回应称，受损的只是一栋普通的军警办公楼。他并未说明事故具体原因，也没有正面回应有关爆炸和人员伤亡的传闻，仅表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关于事件性质，
目前仍存在多种猜测。外界不排除这可能与乌克兰方面近期加强对俄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有关。稍早时候，乌军无人机曾奔袭俄罗斯别尔姆边疆区，目标指向当地化工设施。据报道，当地至少传出6次爆炸声。与此同时，位于黑海沿岸的塔曼港也在15日和17日连续遭到袭击，3座大型燃料储存设施被毁。远距离拍摄的画面显示火球翻滚、浓烟冲天，甚至有目击者记录下海面被火光映红的画面。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的数据，仅2026年前48天，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就对240多个俄罗斯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炼油厂、雷达站、防空系统等纵深战略目标。除了扩大打击范围，乌克兰也在加快武器系统升级。在近期的一场国际防务展会上，乌克兰装甲公司发布了新型 UB120W 巡飞弹。该武器作战半径约100公里，最高时速超过130公里，可搭载120毫米炮弹战斗部，主打中距离快速精确打击，并能与前线火炮协同作战。可以看到，无人化、远程化正在成为乌克兰作战体系的重要方向。未来，无人系统仍将持续迭代升级，战场形态也可能随之发生新的变化。最近有消息称，乌克兰空军正在持续壮大，甚至出现了北约国家飞行员加入的传闻。据情报在线披露，乌克兰空军内部疑似组建了一支由外籍飞行员构成的战斗机中队。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和荷兰的退役飞行员，他们以个人身份参战，协助乌方在基辅周边构建新的空中防御力量。更引人关注的是，有说法称这支力量被外界称为国际 F-16飞虎队，几乎每天驾驶 F-16执行作战任务。不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随后公开否认相关说法。但分析人士认为，即便存在外籍飞行员参与行动，也可能采取低调甚至保密的方式运作。从战术层面来看， F-16战机在夜间巡逻、拦截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在俄军频繁使用口径系列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纵深目标的背景下，强化空中拦截能力显得尤为关键。事实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关于乌克兰打造国际飞行队的传闻就曾多次出现，而这一次的消息更加具体，也引发了更多讨论。如果未来得到证实，无疑将成为战场态势的重要变化。而现实情况是，乌克兰确实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空袭压力。近期，俄军再次对基辅等城市实施密集打击。2月12日，乌军动用爱国者防空系统，成功拦截2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是俄军广泛用于对地精确打击的战术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动用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本身也说明目标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展开反制行动。就在昨夜，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远程空袭，目标是位于帕谢奇诺耶一带的一处俄军导弹系统仓库。据称，该仓库存放的正是伊斯坎德尔导弹。虽然由于网络管制，目前尚无清晰的现场视频流出，但当地居民表示听到至少8次爆炸声。国际层面上，欧洲国家也在持续调整姿态。柏林与基辅近日签署协议，未来乌克兰教官将可以在德国军事院校任教。这一变化颇具象征意义。俄乌冲突初期是乌克兰军队大量赴欧洲接受训练，而4年战火之后，乌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开始反向输出战场经验。可以看到，战场在演变，力量在重组。无论是空中力量的扩充，还是防空体系的升级，俄乌冲突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乌克兰近期展开的新一轮反攻，已经被外界视为2年半以来规模最大、战果最显著的一次行动。根据法新社的独家报道，在上周3至周日的短短5天内，乌军收复了201平方公里土地。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俄军在去年12月整月所推进的面积。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宣称已夺回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失地。从战场位置来看，反攻重点集中在扎波罗热一线。
乌军重新控制了奥列克桑德里夫卡等定居点。在关键的胡利艾伯勒方向，乌军继续向海丘尔河一带推进，并收复多个村镇。与此同时，扎波罗热西翼的战事也在升温。就连俄罗斯军事频道 RIBOR 都承认，乌军正在斯特普诺希尔斯克附近发起攻势。这一态势意味着，从该区域通往普里莫尔斯克的俄军补给线面临压力。相关战线宽度接近20公里，在近期冲突中也算规模较大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也亲赴胡利艾伯勒方向督战，视察前线指挥所，并与空军部队会面，部署新的作战任务。空中力量同样参与了此次行动。此前，一架米格29MU1战机对相关方向的俄军阵地实施空袭，摧毁了一处无人机操作中心。同时，乌克兰第225突击团等部队配合炮兵火力，对周边俄军目标展开攻击。综合各方信息来看，这轮反攻已经持续约半个月。乌军采取纵深突击、点线结合的方式，针对俄军后方节点展开打击，以相对有限的代价换取阵地推进。尽管莫斯科方面表示未遭受重大损失，但从战线变化和公开信息来看，乌军的攻势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不少分析认为，这是自2022年哈尔科夫大反攻以来，乌克兰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动攻势。而如果当前节奏能够保持，类似行动今年或许还会继续出现。乌克兰正在把战火推向俄罗斯更深处。过去几天，乌军对俄罗斯南部以及克里米亚方向发起了一轮系统性的远程空袭行动，打击重点直指能源设施与军事基地。这不仅是一次普通袭扰，而更像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纵深打击行动。根据开源情报渠道披露，当地时间2月17日夜间，俄控克里米亚的卡恰军事基地遭到大规模无人机群袭击。卡恰基地长期被俄军用于向乌克兰境内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因此一直是乌军重点打击目标。夜间流出的画面显示，多架无人机突破防空网，成功击中一套铠甲 S1 防空系统，引发剧烈爆炸。机场区域至少出现5处起火点，火球与浓烟在夜空中格外醒目。与此同时 ，Sevastopol 港口方向以及 Crimean Bridge 附近也传出爆炸声。俄军的 S-400防空系统处于高度活跃状态，拦截行动持续整夜。但这场打击并未局限在克里米亚，乌军无人机同时飞向俄罗斯本土南部。位于 Krasnodar 的伊尔斯基炼油厂在2026年首次遭到空袭。现场画面显示，厂区燃起大火，火光映红夜空，远郊居民都能清晰看到浓烟升腾。伊尔斯基炼油厂年产量约660万吨，虽然不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但其地理位置关键，长期承担南部方向俄军的能源供应任务。俄方承认设施遇袭，但表示火势已被控制，并否认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外，俄罗斯第5大城市 Kazan 也在夜间传出爆炸声。乌军无人机击中了当地能源设施，同样引发大规模火情。综合公开数据统计，在过去1个月内，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能源系统发起32波较大规模空袭，打击目标包括5座炼油厂、8处油库、5座发电厂、3个海上石油平台以及2个能源港口，攻击范围覆盖俄罗斯南部乃至更深纵深地区。可以看到，乌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通过持续打击能源设施，削弱俄罗斯军工与后勤体系的支撑能力，同时增加其国内经济与社会压力。而在战场之外，能源博弈也在同步展开。Croatia 近日暂停通过本国港口向 Hungary 输送俄罗斯石油。克罗埃西亚经济部长安特·舒什尼亚尔表示，如果石油来源不是俄罗斯，克方愿意恢复输送。这意味着能源供应链的外部通道也在收紧。一边是无人机对关键设施的持续精准打击，一边是欧洲方向对俄罗斯能源流向的限制加强。军事压力与经济压力正在形成双重叠加效应。俄乌冲突正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前线阵地的推进与反击，而是进入纵深打击与系统消耗阶段。战火与制裁交织，冲突的影响正不断向内部与外围扩散，局势仍在演变。
而问题是，在能源与军事双线承压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如何回应？冲突的节奏会因此升级，还是进入新的平衡？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